弟们，爆单了，爆单了，顶不住了，顶不住了，赶紧上线了，兄弟们！咱别点了行不？啊，我挤又挤不进去，我抢菜又抢不到，那零购到店的比我们骑手都多。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2025年4月，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加入了外送行业，并出台100万元的补贴，抢占外卖市场。而后，美团、阿里巴巴以及旗下的淘宝闪购和京东这3大外送平台就展开了激烈的补贴大战，用各种的临时优惠措施来招揽顾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在我最想减肥的这几天，遇上了最激烈的商战。减肥啥时候都能减，这时代红利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吃到的。来，喝，抽根劲儿喝。他们再打下去，谁赢我不知道。我是快得糖尿病了。美团突然撒出了零元购的红包，奶茶、汉堡免费送。美团以及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闪购寄出了满25元减21元，满25元减20元，满18元减18元，满16元减16元。这几乎是等于是零元购的促销，让全民陷入了狂热的薅羊毛活动。据悉呢，美团单日接单了1.2亿个订单，奶茶订单也直接破亿，这也直接导致了订单系统的崩溃。有人晒出了自家冰箱被蜜雪冰城的冷饮塞爆的画面，自己也喝到吐了。11份华莱士，11份华莱士套餐，还不是汉堡，是11个可乐，是一个这种小卷饼，是一个鸡块，然后还有11个汉堡啊！我都能想象着未来一周的早餐了，早餐华莱士卷饼，中午华莱士汉堡，晚上华莱士小鸡块。这是茶百道门店订单爆满的场景。你们住手！不要再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住手！没有撤退可言。自从外卖平台推出了零元购以后呢，多家茶百道就出现爆单现象。有员工说，一下单就是上千杯茶，累到没空喝水。听说茶百道崩溃了，我过去看看怎么个事儿。听说1000多单店都不开了，走啊，过去看看怎么个事儿。你干啥呢？啊？你干啥呢？采访一下什么感受？我的个妈呀！做了多少了？1000多杯，做了多少杯了？做一半了。一名女员工又忙又累，急得哭了。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还有41。不要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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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慢慢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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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第一杯奶茶也出现爆单，因店员的人手不够，外卖小哥亲自上阵帮助榨柠檬做冷饮。这儿自己采的吗？而这也不是个别的现象。我自己打包了，我全在这里，自己找自己订单。而外卖员的电动车上满载外卖的场景也变得多起来了。淘宝3个肯定太牛了，把他包那个包袋包的2个。随着外卖订单的暴涨，外卖小哥们的收入也是直线上升。发财了，发财了！我送外卖这么久，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这单他是真的送不完。这2天送外卖的兄弟应该都是挣到钱的。有的地方送30单就有450块钱的活动奖励。我们这个地方小，活动奖励比较少，但是我第一天还是挣了有800多，然后第2天就是700多，2天就挣了我1个月的生活费。原来美团的对手从来都不是京东，而是饿了么。外卖巨头们惊人的价格战导致订单爆表。到7月13号的凌晨，美团称日订单量超过了1.5亿。淘宝闪购联合阿里巴巴旗下的另一个外卖平台饿了么，7月14号表示，日订单量又突破了8000万。
但是呢，有利必有弊。继人们狂热点外卖的同时，苦的是手忙脚乱的店员们。一名外卖小哥说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美团和饿了么这2天打仗烧了几百个亿出来，结果是怎么样的呢？你们体谅过这些店员的感受吗？看看这些外卖店、奶茶店，爆单爆的根本就做不出来，骑手拿不到单，商家也做不出来，伤害了谁？伤害的只能是这些无辜的店员。我们骑手还有双倍的配送费，这几天我们骑手的收入平时可能跑个200、300，但是这2天跑400、500甚至1000的都有人。我们还可以超时免罚，怎么样，还不会处罚我们。但是这些无辜的店员，你们想过没有？面对我们这么多的骑手不停的催餐，他们也做不出来，没有货。有些外卖店直接做到关门，根本还在出单。这么多外卖单也出不出来，那怎么办呢？没有任何的办法。这些店大部分都是一些大学生和暑假工，他们刚刚来到这个社会上，就要面对这样一种环境。我觉得你们补贴之前，能不能先想想他们的感受？能不能先做个预告，让他们多招点人，多备点货，这样也好有个心理准备。你看看1个小时之内出了那么多单，根本做不出来。3大平台的外卖之战打的是正热闹。京东宣布出资100亿扶持各种品牌标杆品牌的双百计划，淘宝闪购启动了12个月内的500亿元的补贴计划，美团外卖高调宣布，在未来3年内将向餐饮行业整体投入1000亿元的资金，说是促其成长。那表面看来呢，商家们订单量暴涨，骑手们的收入也是翻倍，消费者也陷入薅羊毛的透支式的消费模式，但是卷入其中的餐饮店主们却是苦不堪言。在今天的这场外卖大战里，看似所有人都在狂欢，但是我们餐饮商家却是输得最惨的那一方，因为没有人管我们的死活。什么100亿计划，什么500亿补贴，真正承担绝大部分成本的却是我们餐饮商家。骑手单量多了，收入增加了，顾客用很少的钱就可以点到外卖，但是我们餐饮商家呢？有人说不做不就好了吗？我们不做能行吗？你不做你就没有单子。我们很多店都是一家人全部的收入都放在那里，我们有房租，我们有水电，我们有人工。外卖大战搞得堂食的生意都搞没了，我们没有办法呀，人工增加了，成本增加了，利润反而还降低了，我们能怎么办呢？你们真的放过我们这些商家吧，我是怎么都没想到3大外卖平台打仗，受伤的竟然是我们商家。前几天外卖补贴大战嘛，我那天我瞒到了晚上11点，然后呢之后结束了还请我们小伙伴吃了个饭犒劳了一下，结果第2天一算账，到手的利润还没有平时高。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店里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堂食客人明显是降低了，因为平台补贴下嘛，这个堂食价格是比外卖要贵了点，甚至有些人几块钱他就能够点到了。是外卖的利润是远没有堂食来的高的，我还要增加我的人工防止突然之间外卖爆单了我出不出来，我成本增加了，我利润还低了。以前线上这个订单呢，我们只占30%，你说他抽佣抽的再多，那我们的基本盘是在线下，我是不担心的。但如果说以后反过来呢，是不是平台让我干嘛我就要干嘛了？听说外卖大战还要再继续打下去，我是真的不想参加了。但是不参加了，他店里又没人，我可能只会亏得更多。餐饮老板的天真的要塌了。外卖平台本来3家打架，我们这些小商家已经快被卷死了，堂食人都跑没了，全窝家里点外卖了。本来10几20的餐，现在几块钱就能吃上了，甚至还能。你以为这就结束了？8月1号，拼夕他要进场了。前面3家打到0元了，拼夕进来，我敢说他绝对上来就开王炸，不仅让你吃饭不花钱，搞不好还能倒贴你钱，让你赚钱。你敢信吗？很多顾客觉得平台在烧钱补贴，错，平台是补贴了，但补的是你们，我们商家每一单都得跟着往里面贴钱，利润都快榨干了，活越干越多，有的同行根本就是在亏本硬撑。所以兄弟们，薅羊毛爽是爽，但也想想吃进嘴里的东西，当商家亏本做买卖的时候，真别指望他们还能用多好的料。外卖巨头们打架，顾客们狂热薅羊毛，但餐饮业者们却是笑不出来。7月14号，路媒钛媒体采访一家米粉店，老板娘徐婷透露，加入促销活动以后呢，来自单个平台的外卖单量突然暴涨了10倍。她为了备餐，常常忙到是脚不沾地，店员们赶着备餐，门口外卖袋都摞成了小山了。但是即使场景如此的热火朝天，徐婷也坦言都是虚假繁荣。
他说，原价19.8块的一份米粉，在优惠以后，顾客只付9.9块，但这些钱也要付平台的抽佣、打包费、配送费以及总部的分成等，结果到自己手里的已经不足1块钱。他去平台投诉，但品牌方毫无反应。徐婷说，总部觉得你能赚1-2块钱就已经是很不错了。事实呢，也的确是如此。表面看来，源源不断的订单让商家们都过上打仗般的生活。有的店家甚至每天从早上忙到凌晨2点多钟才收工，但结算下来发现，扣完商家补贴、平台服务费和配送费等，再减去物料等成本，再给员工发完辛苦的红包，自己竟然1分钱的利润都没有挣到。7月15号，中国嘉禾一品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刘晶晶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对外卖补贴大战大吐苦水。他指出呢，外卖平台各种优惠政策的背后，其实每补贴10块钱，看似优惠了顾客，但平台只出3块，而商家却要补给7块钱。他质疑这场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究竟是平台的让利，还是对商家们的血腥掠夺。刘晶晶说，你这个商家不参加补贴活动就没有流量，顾客就看不到你，当然就不可能有订单，而被迫参加了，来的又是赔本赚吆喝的羊毛单，员工快累趴了，餐厅也快赔干了，上千万的商家都快沦为了外卖的加工厂，变成了3巨头混战的子弹。不少商家实在是熬不下去了，也纷纷关店止损。这是化名狗哥的2手回收设备商的经历。第一批受外卖大战影响的餐饮堂食店出现了。狗哥7月做2手餐饮设备这10天，接触的56家餐饮店老板像商量好的一样，都在讲述同一个原因：外卖搞得太便宜了，都没有人来店里消费了。从狗哥货车的使用数量也能看得出来，这10天我们拉了上百车的货。现在还在坚持的餐饮老板需要重视一下，接下来有3种情况可能会发生。第一个就是白天出来吃饭的人会越来越少，天气本来就热，每天都是高温预警，再加上外卖的疯狂补贴，外卖的订单量相比以前的平均水平翻了3倍。一日3餐是不变的，你不会因为便宜一天就吃6顿饭，外卖所增加的都是堂食减少的，所以你要做好堂食的人越来越少的思想准备，至少这种状态会陪完你整个暑假。你的人工是不是要调整？租金是不是能和房东商量商量？外卖是不是要参与一下？都要考虑好。第二点就是5星级大酒店摆地摊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会不会全力以赴的去做外卖？狗哥认为一定会。第三就是市场上即将会出现一批特别便宜的铺子，等待捡漏的餐饮老板遇到这种铺子一定要仔细考量一下。如果你的对面是满满的地摊大军，或者你的附近有5星级酒店在摆地摊，租金再便宜可能也无济于事。对此，美国采购公司总裁江品超向海外的中文媒体分析这一现象说呢，表面上看起来很繁荣，商家来了很多的订单，但是那些顾客不是冲着商家的服务单买的，而是冲着自己能不能薅到羊毛、薅到利来买单的。老百姓没地方去挣钱，他手上钱是越来越少了，通货紧缩，这就导致了顾客薅羊毛的心态。江品超说，这对店家也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当顾客薅不到利时，他们就会离开；店家无法再赔本卖下去时，就会纷纷的倒闭。店家一旦倒闭，那些平台也会出现倒闭潮。所以这种补贴和赔本生意都是短期的行为，是无法继续下去、无法生存下去的。江品超强调指出，中国民众这种非理性促销的活动的后果呢，会让中国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看来呢，这场全民狂欢的背后，是众多本已经生意不景气的餐饮店家们用本钱硬支撑出来的。随着5星级酒店加入摆地摊的赛道，可以预见，中国餐饮业在外卖巨头们你来我往的出招中，只会萎缩得更加快。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